那除你之外，高纯还有别的朋友吗？他在云朗还有什么朋友吗？他这情况只能靠朋友一块想想办法了。我可以一个一个的去找，去求他们。他的朋友都是艺校的同学，毕业后各奔东西，都没什么来往了。高纯跟着我开车拉活，干我们这行的没什么固定朋友。他过去交的女朋友家里倒是有钱，可这女孩家里反对女儿跟高纯相好。现在这女孩也嫁人结婚了。过去他们好的时候有个大哥姓方的，不是亲的啊，倒是和他们常来往。我知道他就住在江北那边，不行的话我去找找。那他大哥有钱吗？我说这话可能有点见死不救，可我只能这么说呀。我刚从杭州回来，本来那边有个歌舞团让我过去呢，我得考虑考虑才能决定。我现在手头真的没有钱，你也看到了，我连这儿的房租都交不起，我也只能临时到我朋友那儿挤一挤。我这有1000块钱，我也知道解决不了什么问题，就当我一点心意吧。谢谢大家。骨头已经接上了，手术还比较顺利。但是手术前，病人的胸部有强烈痛感，下肢却没有知觉，因此怀疑他的神经系统有些损伤。骨头是接上了，但有没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影响患者的正常恢复，还需要进一步检查诊断。现在还不能过早乐观，有可能需要长期治疗，
不是短时间就可以出院的。你们上次交的钱支付抢救费、手术费已经用的差不多了，下一步继续治疗还需要花些钱。你们谁来支付以后的费用？能不能支付以后的费用？希望你们尽快商量一下，给医院一个答复。这是执法检查通知书，因百科投资有限公司涉嫌税务欺诈，经市地方税务局批准，从即日起对百科公司立案调查，公司的财务账表需全部封存，接受审计。希望公司的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暂时不要离开本市。如果高纯真的像医生说的那样，躯干神经受损的话，恐怕不是1天2天可以治好的。所以我想，我们应该……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，大家都不富裕，可还是一下子凑出2万多块钱给他。可他是为了救我才……可你也救过他一命，这次算一报还一报，你并不欠他。可你欠他。我今天要救他，也是为了你，因为你的哥们儿曾经伤害他，所以我欠他。就算你欠他，你想救他，可你有这个能力吗？他要是在医院一躺就是1、2年，甚至更久，怎么办？你有这个能力吗？君君来了啊，姐姐好。你好点了吗？医生说你的手术很成功，你只要把你自己的心情调整好，很快就会恢复的。谢谢你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你的吗？这是信。是我的信。啊，我给你放在这儿。你真的没有其他亲人了吗？除了李师傅之外，你还有别的朋友吗？高纯本来有一个女朋友，哎呀，可是这个孩子呀太可怜了，他对那个女朋友，那可真叫一心一意。他们2个都是跳舞的，又有共同语言，而且那个女孩子家在云朗还开了一家酒楼，应该还算挺有钱的。可前一段时间，怎么突然就离开他了？闪电似的就嫁人了。我听说，嫁给了一个有钱的土财主。高纯为这事儿都气疯了，这儿刺激受大了。高纯一直有女朋友？有啊，而且一直好着呢。他女朋友结婚了，那他还能不能念念他们的旧情，帮帮高纯？这个恐怕不行吧？你想，她那个老公怎么可能为她以前的男朋友出钱呢？再说这个女孩跟他们家也闹翻了，她和她老公啊都嫁到外地去了，跟朋友之间什么联系都没有，我也找不着她。那高纯还有没有别的朋友，或者远一点的亲戚能帮帮她？
其实高纯啊，是靠他母亲生前供他上的学，另外，他的生父也还在世啊。高纯的生父还在？在啊。那你师父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他为什么没有跟我说这件事，却给了我你的电话？那他生父还能帮他吗？他父亲，我估计应该是个有钱人。高纯从云朗跑到金陵，就是来找他父亲。他父亲曾经委托一个他的老同学，到云朗来找高纯，说是他父亲得了绝症，而且是立了一份遗嘱，大概的意思就是想承认高纯这个私生子，并且给他留了一大笔钱。高纯也想拿到这笔钱，和他的女朋友到金陵来上舞蹈学院。哎呀，可是天不助人呐，他还没到金陵呢，那个蒋教授啊就给车撞死了。等他到了金陵，他那个女朋友就突然离开他了。高纯真的是爱这个女朋友，也爱舞蹈，这下两个都不行了。他能不能走路，这也成了问题了。他就是能走路，能不能生活，这也是问题啊。哎呀，这就是命啊，命运啊。今天医生又催我们交钱了，说要是再不交钱的话，就不让住了。催得我爸都不敢来了，总让我来。他好点了吗？他总喊疼，骨头断了，肯定疼吧？对了，你找到他朋友没有？到底能不能帮忙啊？你有一个父亲，你亲生的父亲，我能帮你找到他吗？什么地方？青龙口、白马台、红尘去、古今来。这是武侠小说中的炼丹秘境，还是反侧小说中的街头暗语啊？这是蒋教授留在观湖俱乐部的一个地址，也是高晨唯一没去查过的地方。哎，这儿有一个青龙口。
老乡，请问去白马台怎么走？师傅，请问白马台怎么走？这里没有白马台，那半山腰上有个白马寺。好，谢谢啊。师傅，请问这里就是白马寺吗？是的，请跟我来。那里面有人住吗？有人住。住的什么人？城里的人。那城里人叫什么？叫教授。那教授年老还是年轻？老。你是问住在后面小院的蒋教授吗？他是区里尤处长介绍来的，说住在这里读书写字，寒暑也有2个来回了。前阵说要出趟远门，至今还没回来。这小院当时他一下就租了5年，租期还没满，门上的锁是人家自己的，我们也打不开呀。蒋教授离开这里是到云朗找人去了，他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车祸，我是他的学生，他已经死了。阿弥陀佛。我是他的学生，我有件东西放在蒋教授这里了，你们能不能打开门让我进去找找？蒋施主是区里尤处长介绍来的，我们要报告尤处长，他的房子能不能打开，还是请政府决定吧。你到正殿里为蒋施主仙逝烧3炷香吧，佛祖会保佑他的。阿弥陀佛。今天老夏跟我一起去了公安局的户籍处，他那个同学挺热情的，在电脑上帮我查了半天呢，在全市也查到了几个叫高龙生的，还有音同字不同的，可是看情况都被一一排除了。高晨找他父亲找了那么久都没有找到，恐怕我们也不可能找得到，也别白费力气了。就这么点线索，能查的查了，能跑的跑了，现在他骨头也接上了。我看不管从感情上还是从道义上，我们都对得起他。我也不承认我还欠他什么，你就更谈不上欠他什么。我并不是要对得起高春，而是要对得起我自己，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。谷子，我可以不勉强你，你完全可以到此为止，剩下的事我自己去做。今天工厂里委屈了。
怎么样？有其他公司也叫百科公司的吗？我先去的工商局，可他们不给查。他们说对企业公司进行调查需要什么手续。后来我在工商局的营业厅的电脑上查了半天，可是连你工作的那家百科公司我都没有查到。能找到认识工商局的人吗？以前听小欧说他有个亲戚在工商局工作，也不知道是工商局的头头还是什么。回头我问问。按照高纯告诉我的地址，我去过蒋教授家那边，问了2个邻居。邻居说，蒋教授的太太早年就去了国外，很久都没有回来了。蒋教授他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住了。他不已经住到山里去了？一个人忍得住寂寞，那是什么样的境界呢？老和尚说的那个尤处长，我给当地的政府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也搞不清那个尤处长是哪个部门的处长。我累了，我去洗澡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先早点休息。谷子，我需要你帮我，再帮我一次，可以吗？我明天就去问小侯，希望他的亲戚是工商局的头头。谷子，你还记得我们以前看过的那个电影吗？蔡百科先生虽然早就不再担任百科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，但却是公司的主要股份持有者。他去年查出患有癌症之后，就立下了这份遗嘱。由于遗嘱对财产的处理涉及到他的非婚生子女高纯，所以地主人不希望他的女儿蔡东平过早知晓遗嘱内容。
于是就指定蒋达成作为遗嘱的保存者和执行人，并在他死后监督执行这份遗嘱。至于蔡百科是否已经去世，是否知道他的受托人蒋达成已经意外死亡，这些情况我们不清楚。既然你们是这份遗嘱的受益人之一，蔡百科儿子的代表，完全可以去了解一下情况。如果蔡百科还在世的话，他们父子不也正好可以相见了吗？父亲姓蔡，儿子姓高，他们相认要做 DNA 鉴定吗？据我们了解，因为是非婚生子女，所以高纯随了他母亲的姓。蔡百科原名叫高龙生，后来听了一位阴阳大师的建议，改了现在的名字。高龙生？我们要找的是蔡百科，也就是高纯父亲现在的情况，在哪儿才能找得到呢？是不是只有公安局才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？也不一定吧，你们至少可以到百科公司去问问呢。据我们了解，百科公司现在的负责人就是蔡百科的女婿，他肯定了解他岳父现在的身体情况吧？就是公司里的一般职员，对他们的大股东是不是还活着，也应该知道吧？如果不方便到公司去问，你们作为蔡百科儿子的代表，作为蒋达成的转托人，也完全可以直接到蔡百科的家里去问。一旦了解到蔡百科已经去世，这份遗嘱就可以立即执行了。找谁呀？请问蔡百科先生在吗？请问你们是哪儿的？我是蔡百科先生公司的，我叫周鑫。这边请。你就是周鑫，久仰大名啊！你是蔡百科先生的女儿吧？我有事需要和你谈谈。我早就找大师给我算过命，大师说陆子强41岁那年会碰上一个妖精。大师就是大师啊，不服不行。这白骨精36变，现在变成一画家。哎，讲话文明点啊！这是你男朋友？也是搞艺术的吧？大叔说的对呀，这谈婚论嫁就得门当户对。也怪我当初不听劝，像陆子强这种小门小户出来的小猫，喂得再好，
也还是会出去偷腥的。那大师有没有告诉你，我今天来这儿是为了什么？陆子强出去偷腥，我从来不闻不问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大师早就算过，他早晚会毁在狐狸精手里。我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吧。他这人挺能干的，原本可以为我们百科公司多卖几年命，只不过现在要换个新人罢了。哼，我想你来大概就是要告诉我你跟陆子强的事儿吧。可是已经晚了。你们勾勾搭搭也好，反目成仇也罢，对我来说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。你没有猜对，我今天要告诉你的，并不是关于陆子强的事情，而是关于你的，关于你们蔡家。我们蔡家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，他身患重病，需要你们的帮助。你们是他的亲人，他需要你们的帮助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弟弟名叫高纯，今年刚满22岁，他摔断了腿，做了手术，躺在医院里，伤情随时可能恶化。你们是他唯一的亲人，只有你们才可以帮他。你说我有个弟弟，今年刚满22岁，我要是有个儿子，差不多该这么大了。我拜托你啊！你要想敲诈勒索，你把故事编得圆一点成吗？你要到这儿来敲诈勒索，你找错地方了。小张，带他们出去送客。他现在就在医院，你不去看看他吗？陆子强，这丫头是你助理吧？麻烦你让她从这儿滚出去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现在唯一能让我觉得清静点的就是这院子。你要是连这点清静都不给我，你也给我从这儿滚出去。我告辞了，你们等律师吧。消炎和退烧的药，这还是医院垫钱给你们家开的，叫你们家人赶快送钱过来吧，要不再住几天就不让你住了，啊？什么？我的心呐，我的那颗心。你的心不是在跳吗？我要我的心。你说的是不是金葵姐带的那颗琉璃啊？你放哪儿了？君君，你能找到你金葵姐吗？我想见她。我金葵姐不是已经结婚了吗？她结婚了，我为她高兴。我只是想见见她，想和她聊聊天。我只跟她聊跳舞的事，不聊别的。
告诉他，我治疗跳舞的事保证不了别的。那我去哪儿找他呀？开车！我叫金葵。我是说，那个双人舞。哦，那个舞叫《冰火之恋》。我和5院的熟人打听了一下，大本、大专、高职和进修班今年哪个班都没有一叫高纯的考生。我还专门托人找了专门镇住各种舞蹈比赛的九游网的熟人，看看像什么武林大会、舞动奇迹之类的比赛有没有高纯参加。他们还没有回话。他还会在金陵吗？应该还在吧。当初他来金陵是为了找他爸爸，现在他爸爸找不着了，金陵他也不熟，连个同学朋友也没有。如果他没去考5院的话，他会留在这儿吗？也可能吧。你在金陵不是也人生地不熟的，而且金陵的东西肯定要比你们老家贵。你不是也一样留下来没有回家吗？我也是，今年过年都没有回家去看看。对我们年轻人来说，特别对我们这些搞艺术的来说，金陵的诱惑力最大了。你有多久没有回家了？我是你父亲蔡百科的非婚生子女高纯聘请的律师。我们今天来，是为了想安排一下我的当事人与他的父亲蔡百科先生见面的事宜。你作为我当事人的同胞血亲，我们希望你能够理解他的这份亲情，给予必要的协助。我没这么个弟弟，我爸也没这么个儿子，而且我没兴趣在这听你们讲什么离奇的故事。我们蔡家不会接纳任何一个不清不楚的人。如果你对我当事人的血缘真伪持有异议，你可以申请 DNA 检测。我申请得着吗？我又不想认什么哥哥弟弟，没事待好好的，我凭什么检查 DNA 啊？如果你不愿意申请检测，也可以由我们这一方向法院提出申请。因为是你们对我当事人的血缘关系持有异议，所以我们任何一方都有权申请亲子鉴定。他就是鉴定出来了，我们蔡家也不会承认的。他没在我们家生活过一天，没为我爸尽过一天的孝心，我们凭什么承认他？凭什么？血亲关系是天然形成的，不需要经过任何一方承认或否认。而且我当事人没有对他的亲生父亲尽孝，也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。相反，他父亲既然生了他，就应当尽到养育的责任。